今天来修一台 L2S 啊，这是一位淘宝的朋友发过来的，看一下他飞机问题描述啊，更换右前机臂壳和左后机臂转轴，然后写了一些飞机的一些配件。我们先来进行飞机测试一下啊，简单的先测试一下，看是不是跟他描述的一样啊。通电，那首先这个声音就不对，看这个有噪音的，看云台动作啊。那看见没有？它只有那个 R 跟 P 电机是动的 ，Y 电机没反应啊。它 Y 电机，你看现在自检之后也是软的。看一下它的报错啊，上视传感器异常，前视异常，视觉盖子这里是有点变形的，还有一个云台被卡住啊。客户跟我描述的是只有一个前臂跟一个后臂的问题，但实际上还有云台问题跟这个视觉报错的问题。我后来与这个客户取得联系，这是我跟他的聊天记录，大家简单的可以看一下。他是因为他说他实在是没有钱了，我这边呢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啊，在他的预算范围之内啊，这一次我打算把他所有的故障一次全部修好，而且啊不会超出他的预算。机臂这些问题就不用看了，这个很明显的物理损伤，这个先放一边。云台啊，云台刚刚看到的是 Y 电机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么我们先检测一下，看到底什么问题。其实它刚寄过来的时候，这个 Y 电机啊，它是转不动的，它是有东西感觉被卡住了。经过我的处理啊，它其实不是大问题，是这底下这个位置的一个盖住 Y 电机的一个小盖板呢，被顶出来了，卡到了这个 Y 电机这里，所以才导致它转不动。然后呢，我就把它上平了，可以灵活转动了，但是电机仍然是没反应，所以只能拆开再检测。拆解啊，我就不详细的说了，因为前几期的视频我都说的很详细了，怎么去拆怎么装啊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我们直接来检测它的故障。先找问题的大方向，准备包好的云台相机总成啊，装上去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正常运转。先把这个云台拆下来。把它的云台相机拆下来啊，然后换上我的电池扣上去啊。Y 电机能不能动，然后能不能自稳？刚刚看到 Y 电机明显是有动的，现在云台没有软啊，那可以自稳的，看到没有？说明问题出在云台上面啊。关机，电池拿掉，拿下我们这个包好的云台，看一下它这个云台啊，看一下怎么回事啊。我们第一遍的时候已经看到了，其实它的 R 电机跟 P 电机啊都有动的，只有 Y 电机没反应，所以我们就看 Y 电机。Y 电机的话呢，它是单独有一根排线控制，也就是这一根，它其实就跟这个信号线这边啊是没关系的啊。OK， 哎，一拆下来这个云台排线就掉下来了啊。这个感觉好像是松掉了，把它装进去，难道这么简单？只是这个排线松了导致的 Y 电机没反应，不是没可能啊。先试一下，再试一遍啊。看云台动作，看 Y 电机还是没反应，我就说嘛，哪有这么简单，哪有这么大的漏给我捡？关机，肯定有兄弟又会说了，那是不是这根排线坏了呢？有可能啊，把我这个云台的排线拆下来，再试一下啊，再看是不是这根排线的问题。再开机啊，再看一下，一个鸟样哦。Y 电机还是不动啊，你看软的，这 Y 电机是要换掉的，没办法，关机吧。咱们一个故障一个故障的修啊，并且啊还要尽量给他省钱，因为这位老兄实在是手里比较拮据。关于怎么换这个 Y 电机，我们的前面视频有专门拍过，大家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。所以我在维修过程当中呢，我就不会讲解的那么详细了啊。先把这个减震板要拆掉，我现在拆的是减震板啊，把减震板先给它拆掉啊。在拆这个 Y 电机之前啊，对它做一个简单的判断，看它整体有没有变形的情况。怎么去看它有没有变形呢？它有3个轴 ，Y 轴、R 轴跟 P 轴，重点就是观察这个上下支架。这个是上支架，这是下支架，主要是这2个支架不要变形。如果是变形，你哪怕是把 Y 电机换上去之后，它还会有问题。所以的话呢，像这个 2S 的云台轴臂，我们尽量一次把它修到位，不要去反复的去
拆装，它好的地方都有可能被拆坏掉。先看这个 R 电机，摆动这个 R 电机这一边到底看它有没有碰到上支架这里啊，是不是还留有余地？这个角度啊，摆动 P 电机上下都摆动到线位的最底部啊。在摆动的过程当中，它要是丝滑的，不能说碰到上支架这里，不能碰到。如果有碰到，那说明下支架变形，要么上支架变形。这边一样的，摆动到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看这个地方摆动到最底部，看这里有没有留有缝隙，留有缝隙是不是 OK？ 然后再去摆动这个 P 电机啊，上下到底，看有没有碰到这个上支架，没有碰到的话，说明就没问题，这个上下支架碰到一起了，或者是 P 电机在转动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上支架，都是属于有变形的情况。这样的话都需要一次性去解决，别等你装起来之后才发现，哎，还有问题。不多说了啊，现在直接就更换 Y 电机啊。先从镜头啊，从头开始拆起，需要用到热风枪去加热，温度150度左右，风速可以开高一点没关系啊。直接挑开啊，直接挑开，慢慢的啊，不要着急，要不然的话这个玻璃会被干碎的。它这个原厂这个胶啊，非常的粘啊，这个胶跟水泥一样的，底下有3个螺丝，盖子是可以接起来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不用风枪加热啊。但是挑的时候应该是平平的挑啊，不要让它变形掉了。这边也一样，把这边也挑开了。这个螺丝先不拧，我们先把这个配重铁块给它拆下来。这里面有螺丝的啊，线位里面。相机框上面的螺丝拆下来啊，这个螺丝要这样去拆，转到线位的位置，找到第2颗螺丝，然后把这个线位盖的螺丝拆掉，这边相机盖的螺丝也拆掉，拿下来。它这个防水标呢有变红，有变红的话并不代表是进水啊，很多是因为受潮了也会变红，大家就不要误以为变红了就一定是进水，不一定的。像它这种啊，应该是属于受潮，因为里面看起来都还干干净净。然后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我前2期视频里面有说过的啊，拆这个地方非常关键的啊。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说了啊，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，它这个胶粘的非常的牢，胶粘的太牢了，直接把这个排线给带起来了。问题应该是没问题，直接带起来了，说明它这个是没被拆修过的啊，里面胶都粘得非常的牢，都是原厂的胶。拆下来看一下啊，问题不大。把这个盖子也拆下来，这盖子这里有点烂了，这个是这个不是我弄的，这是一拆出来就这样子，但是这个地方问题不大。OK， 拆下来，这是 R 电机的排线也拆下来，把这个盖子拆下来。拆下来了，信号线是肯定是要拆的，就是看能不能不拆这个 R 电机，把这个 Y 电机拆掉。我试一下先。信号线拆下来了，现在 Y 电机是坏的，我们要保住上支架，有保上支架的方法啊！拿出我们的云台拉拔工具，找到一个合适的顶针，好像有点被挡住，下支架先拆出来，先把2边弄松。把螺丝拧掉，把上支架先拆掉啊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弄断排线了。这样子可以了，这样子不挡住了。这个 Y 电机是坏的，我就直接把它剪烂，只要保住这个上支架。剪到差不多吧，就剪到，等下这边再剪一点，剪到这样子能够勾到这个上支架子这里就可以了啊。
把这个爪子收紧啊，收紧完之后啊，使劲往下面怼，使劲啊，继续往下面怼。有个爪松掉了，那我们松一松，先松一松，继续抓。因为它这底下打的黑胶啊，打得太满了，所以不太好弄。继续往下怼。OK 啊，出来了啊，看就这样子出来了啊。这边上有一点点损伤啊，这个没关系，不影响使用的啊，不影响使用。这个本来就坏的，就不要了。拿一个我们准备好的 Y 电机啊，但是要注意看它有限位，限位刚好在这个前面啊，转到这里限一下，转到这里限一下，所以你装的时候必须这两个限位，这个卡位的两侧，现在我给它装进去，我看一下啊，限位啊 OK。这边限位也是 OK， 那我们就不要学厂家去打黑胶，那这个就没必要了，我们直接就打普通的胶就好了啊。看一下啊，有没有放平整，两侧有没有到位，先上点胶。我这个就是495的胶啊，这个不是502的胶，正常给这台飞机用啊，打这个胶是没有任何问题。限位丝滑，没有任何问题啊。怎么拆的就怎么往回装嘛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把它往回装。这个时候先把信号线穿一下可以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比较好穿线啊。从 R 电机的背后出来，穿线也是有讲究的，就是不要去过分的去折这个靠近接口的位置啊，因为这个接口位置非常容易坏的。在穿插拉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要轻轻的、慢慢的啊，不能大力，因为你一大力的话，就很容易把接口附近的那个线给拉断。穿成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上那个下支架啊，排线从这里要先进去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这边稍微折一下，位置基本上对准之后呢，就先把螺丝上一下，把连接 P 电机的排线啊弄到这边来 ，R 电机的排线先扣一扣，把它扣平整啊，扣到位，把这个盖子盖一下吧，要不然待会儿没那么好盖了。把这个盖子也给它盖上。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就这样子啊。开始上我们的 P 电机，先把这个排线这样子立着，然后把这个电机往里怼，马上先上一颗螺丝再说。把这个排线啊放到合适的位置去，把剩下的螺丝也上上。从线位盖穿过去，这边有个轴承在这里啊，就不管它了。如果没在的话，就要把轴承也先上好。相机摆放的方位是这样摆的啊，不是这样子，也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啊。它是靠近这个排线的，把相机的排线先扣上啊，上这个相机盖，上一颗线，这样它就不会容易松动掉下来了。然后把它转过来啊，转到合适的方位，转过来。等一下啊，转过来啊，然后装好这个线位，先把里面的螺丝装好。转动，转动。线位这边也先装一颗螺丝。差不多啊，先啊，不要忙着上机，先看一下丝不丝滑，会不会卡转，是吧？这是最基本的。咱们先测试一下这个云台啊。减震板没装，没事，我用手先拿着，把排线先压好。待会儿看一下 Y 电机有没有动作。装好了，试一下。我这手简单的先拿着啊，我减震都没装啊，先试一下，看 Y 电机有反应没有，看云台能不能自稳。那 Y 电机在动了，看到没有？左右都转到底了，现在是有力的啊，左右都有力。R 电机两边都有力 ，P 电机上下都有力。OK。这个云台就修好了啊，先关机。我们继续把这个云台给它装完整啊，把没装完的螺丝全部装完，配重给它装上去 ，P 电机的挡盖也给它装上去，这个小盖子掉了也给它装回去啊。
这个为了再次防止它掉啊，也到边上打一点胶，不打多了，就打一点点。两边的这个贴住啊，两边这个装饰盖，这个是装饰盖贴住，这边也有一个盖子给它贴住。这个玻璃这个地方晚点再处理，螺丝就先不装啊。这里还有一颗螺丝，装相机框的，减震装好啊。减震也装好了啊。紧接着它那个风扇有异响，拆开来看一下，需要拆一下核心板，把信号线先挑出来，把所有的排线都挑开了啊。拆下核心板，用手拨一下，听一下，这都有声音，那100%是有异响嘛？这个风扇是没有问题，它应该是刮到了，应该是炸机的时候变形了，刮到了里面的东西，看一下能不能简单的处理一下，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。把这个风扇先拆下来吧。这风扇呢，它是整个粘在上面的啊。这个胶，它这个胶也是比较粘的，底下都是草啊。应该是有点变形，好在问题应该不大。风扇的这个底部变形了，导致这个扇叶顶到了这个塑料，所以就发出了这种噪音。给它做个按摩啊，做个 SPA， 拿出我祖传的手法啊，按压一下啊，应该问题不大。现在就没有噪音了嘛？你看，来，这不 OK 了吗？再装回去，这就没问题了。这个就先放一边，先不装，因为呢，我们还要换机臂，还要看一下这个视觉的问题，所以继续拆。这个飞机问题还挺多的啊，不止1、2个问题啊。它这个结构跟 LR 的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所以拆上壳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样的。大家按照我的前面视频去拆就可以了啊，这里我就不做详细的讲解啊。视觉盖子下面还有2个螺丝。螺丝都拆完了，直接撬开它。全部拆开了。找到答案了，为什么视觉会报错？这里完全断掉了。如果是省钱维修，那肯定是单换一个视觉，但是单换视觉的话，又要挑胶，又要弄。干脆我先跟它换上一整套，换上一整套之后，这个就留在我这里，我找时间我自己再单独换一个，把这个螺丝拆掉，这里2个螺丝拆掉 ，GPS 的排线啊。先抠下来，这4颗螺丝不用拆的，这是 IMU 的螺丝不用拆，拆这个黑色螺丝就好了。拆黑色螺丝，这些螺丝全部都要拆掉。拆掉完之后，拿下来啊。2边都断掉了，刚刚还没有发现呢，所以我说它的视觉100%是有问题的。拿下来，直接整个都换掉啊！这个排线断在根部啊，飞线都飞不了的。不过这种东西也没价值去飞线了啊，人工费都比这个配件都贵了。拿出一个我们准备好的啊，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视觉组件一套给它换上去，压好这个视觉，然后再往上面装。换机臂啊，保留它的好电机啊，一根一根的焊下来啊，这个线。就这个电机的焊盘里面加点焊锡，拿出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这个机臂，坏电机拆掉了，机臂是好的啊。都焊牢了，刷子刷一下，不然让它连吸了。这个是灯罩，扣上去就可以了。把这个坏的机臂拆下来啊，先把它的线先焊下来，全部拉出来，包括这条信号线，你给它拉过来。拆下转轴啊，拿掉这个断掉的臂，然后呢，这里这个就不是臂坏啊，这是转轴，转轴这里坏掉，我们给它更换一个转轴啊，先给它焊下来。
然后顺势把这个线呢给它拉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有点裂开，给它打点胶吧，问题不大，就这里一点点裂开。臂上面坏掉的转轴部分给它拆下来。拿出一个我们准备的好的转轴啊，这是后转轴。OK， 把后臂先上好吧啊，把后臂穿线，信号线先进去吧。它这个头比较大，跟一根的进去，往里面怼啊，往里面怼就行了。OK 啊，差不多。拉这个线的话呢，是边拉边推，边拉边推啊，并不是说一直往下推，推的话这个线就会在里面被压住啊。差不多啊，把这个信号线先弄过去，信号线要到这边来，接着就是把线照原样往上面焊接就好了。把这个线往里边藏啊，线要往里边藏的，先把线穿过去，然后再把这个垫片给它上好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总算进去了，继续往下装啊。后转轴这个螺丝还没装，把螺丝也装一下先。再焊接电机的线啊，把信号线先穿过去。先走线啊，跟这根蓝色的信号线要一起走的。再把这个线焊接好。把线啊卡到这个位置里面去，都按照顺序，稍微清理一下，盖上这个上盖，装上核心板。装核心板注意不要把这个排线给压到下面去了，借助一下镊子，装好了啊。接下来就把云台装上，云台先上一颗螺丝啊。核心板的螺丝还是要全部打上先。看这个飞机的问题，反过来看啊，还可以看到云台啊，看一下啊，先开机。那风扇没有异响了啊，云台是有力的，会歪啊，是因为换了那个歪电机，需要标定啊。我现在还没有对它进行标定，现在我来连个遥控看一下，看它问题有没有解决。连上了啊，看一下报错。那看见没有？现在没有任何报错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是没有任何报错了，没有任何问题啊。飞机打桨了啊，打桨状态下，控制云台俯仰，回中啊，左右摆。LRS 啊，就终于修好了，差不多花了3个小时。讲实话呀，这一波就差不多就不赚什么钱了。换了什么东西，大家都看到了呢？视觉组件啊，歪电机，这个机臂是吧？还有一个转轴。还有这么多手工啊，花了这么久，就希望这位兄弟啊，看到我的视频之后啊，帮我点个赞啊，一键3连，帮我多多转发啊，感谢兄弟们支持，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一键3连，感谢。